大家好，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美国人的生活。美国人平时穿的衣服超级简单，但是呢很重要的场合，比如说健身啦、约会啦、日常商务等，一定是特定的衣服、特定的服装。在美国坐美国国内的飞机，托运行李是要收费的，飞机上的点餐也是要收费的。飞机上的空姐、空少就不像是在中国国内的航空公司的服务员们，都是年轻的美女、帅哥，而美国的空姐、空少基本上都是40多岁以上的人。而美国人结婚的风俗习惯跟中国完全不同。美国人结婚不要求一定有房有车，习俗是婚礼花销一般由女方承担。宾客们老远从外州甚至从外国回来参加婚礼，不像在中国敲锣打鼓、大办酒席。美国人的结婚就是一般的 party， 2到3天甚至1周，大家喝喝酒、跳舞、狂欢而已。参加婚礼的宾客一般没有直接包一叠现金在红包里随份子的习俗，但是呢也都会送礼。新婚的夫妇也会列一个礼物单，比如说家里需要什么，他们会把这些需要的物品按价位列一个单子出来，亲朋好友们直接照着买就可以了。美国人的审美其实不是他们专门喜欢国内被认为丑的人，而是欧美审美观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，对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体系的。中国人基本上喜欢皮肤白的、大眼睛的、高鼻梁的，常常会被算为是标准的美女。但是在美国的高矮和瘦的、胖的、长方脸的都可以是美女。美国女生一般都喜欢身高1.8米以上、有明显肌肉线条的男生，而对女生来说，流行把皮肤晒得黝黑，以及大翘臀、大胸、粗壮的大腿，具体五官只要不是歪七扭八的，化化妆都很美。关于美国饮食方面的问题，实际上美国看起来像世界美食的大熔炉，也确实是什么样的菜系都能找得到，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的、多民族的、多元化的国家。所以呢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人，他们会把自己的美食也都会带到美国来。早期呢，美国的中餐馆以粤菜为主，川菜、湘菜为辅。广式早茶很多都是推着那种小推车，推到饭桌前来卖的，也蛮好吃的。而中餐馆呢，渗透了美国的大城小镇，再小的地方也能找到 China Star、China Garden 类似名字的美式中餐自助餐，油炸所有的菜，甜酸所有的肉。虽然我们中国人吃着难吃的要命，但是呢很受当地人的欢迎。早期中餐馆的老板一般来自广东、福建或者东北。美国的水龙头里的水是直接可以喝的，但是呢有的人说了会掉头发，也有人说水质太差，各种不舒服。大多数的人家在自己家会用净水壶，或者都会装上过滤器。很多没有来美国的人都以为美国的福利非常好，其实呢，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，医疗价格昂贵。虽然有保险的话不贵，但问题是保险就很贵啊，尤其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、富人来说，医疗保险都相当的贵。当然，年纪越大，医疗保险越贵。比方说年薪20万以上，如果是个体的，年龄在50多岁的，他的医疗保险大概1个月就要$1000左右。在美国人的观点里，家人有钱不等于你有钱，尤其是隔代，比如说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父母有钱也不会为了孩子省着花，自己每年还要享受生活和度假的预算。经常会有那种爷爷奶奶非常富有，但是孙子辈们还要在餐馆里打工的情况。
隔代不会帮着付学费、付房租，顶多是圣诞节的时候给你买个几百刀的礼物意思一下。很多的美国年轻人从高中、大学起就经济独立，根本不指望家里。在美国生活久的人都知道，美国人真的很浪费，资源是不是多得烧得慌啊？说到资源浪费，美国人开空调能把冬天变成夏天，夏天变成冬天，冬天呢室内暖到穿短袖短裤，夏天呢室内冷到需要穿外套。一般的商场、办公楼、学校24小时全天开着。而且美国人呢怕热不怕冷的居多，虽然皮肤也会被冻红，但仿佛丝毫感觉不到寒冷，真抗冻。就算是冬天穿羽绒服的时候，都能看到穿短袖短裤的男生和穿着低胸露背露短袖的女生。在美国，即使已经是很多年的同事了，薪资、合同、待遇这些都是禁忌话题，种族文化不熟的最好也不要多谈。同一件衣服最好不要连穿2天。在美国，如果警察给了你一个交通警告，下一次违规被抓的时候就会直接开罚单。如果被警察开了罚单，感觉不服气就可以要求上庭，约好了上庭的时间，开罚单的警察如果不来，你自己就赢了，那么这个罚单就可以作废了。如果警察来了，就直接认罚。如果交通事故是因为自己的错，保险公司为自己的汽车付了钱，那么汽车的保费会上涨2年，2年后就会恢复正常了。据说，如果判断一个地区的安全状况如何，看当地的加油站是否装了防弹玻璃。美国人的合法饮酒年龄是21岁，如果不满21岁的青年去买酒，或者到酒吧，都会被要求拿出 ID 的， ID 也就相当于身份证。如果父母让小于11岁的儿童单独在家，而且被他们热心的邻居知道了，邻居一定会报警，父母就会被调查，情节严重的还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。美国的公立大学只对本州居民收取的学费，通常只有外州居民收取的学费的1/3到1/4之间。这是因为州立大学大部分的经费来源于本州居民的税收。很多人都担心美国的枪支和安全问题，其实在美国安全的地方很安全，危险的地方很危险。通常住在郊区，人流少，就比较的安全。危险的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。芝加哥呢，就是美国比较不安全的地方，每周呢都会发生好几起 biu 的案件。在美国生活的话，如果避开一些不安定的区域，个人安全其实还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障。让人感到无力的是，住的区域再好，活得再谨慎，谁都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儿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